其实我很早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拍照片了，正儿八经的就约朋友，然后到一个景点，然后我说我帮你拍。那个时候好像是我高中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设备，我就一台能拍照的手机，就有了这么一个形式之后，我才正式可以说是玩上了摄影的话。那一次就是了，那我就是从高中时候开始拍，从我的第一部能够拍照的手机开始算起的话，那就是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就那种直板按键机吧，反正就是有颗摄像头啊，那个时候就开始拿着那一个特别垃圾的像素那种智能手机，然后到处摁啊，也不知道摁啥，反正就看着角落还不错啊，就摁。后面我到了初中的时候呢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，我终于买了我的第一部能够拍照的诺基亚手机。那时候贼开心，我买的理由就是我想要拍照。我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摄影是个什么东西啊，我就喜欢拍，青少年嘛，是吧？总有一股中二的气质，动不动就多愁善感啊。然后那个时候拍出来的东西，你还别说，虽然挺羞耻，可是总感觉多了点那么点东西，就用一句话来说，很有感觉啊。那个时候就是动不动就，抬头望望天，下雨了，今天晚上一个人打伞，然后走在雨中，耳朵上戴着耳机，就在路上走，就这么种感觉吧，你知道吧？那时候脑海里面老想象这种画面，然后边走边拍，走着走着觉得这个雨滴打落在地面上，多美啊！也不知道它美在哪，反正就觉得好符合我的心境啊。拿起手机，咔嗒那么一张，挺中二的哈。可是当我现在回过头去看那张照片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觉得那张照片很有意思。就它虽然只是随手那么一拍，但我就觉得很有意思。现在差不多人已奔向30，已经过了那一些时候了。现在就是觉得心累啊，很多东西我都不愿意去想，就让它随便吧。所以慢慢的，很多东西就变成了随便吧。然后我现在拍照，我就感觉缺了点什么东西。我现在的构图肯定是要比我之前好很多。我以前哪里知道什么构图呢？我约我朋友去拍照嘛，回来我就想说我要真真正正的弄一组照片，然后我就是查就上网查，就是用就是那些怎么调色啊，然后他们就说 Lightroom 我也不知道 Lightroom 是什么东西哈，然后我就下载下来，我就在那自己扒拉，这个白平衡这么一拉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曝光这么一拉这样子，清晰度这么一拉是这样子的，我是这么琢磨出来的，我没有看任何的教程，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一个什么效果，那个时候就胡乱搞呗，对吧？就觉得这个好看啊，然后呢就用了那个，这么一拉感觉还不错，于是呢就用那个。那时候我的照片是这么形成的，可是出来效果还真不错啊！我第一组，其实我到现在我都挺满意的。我其实并没有要求自己很多，我只要求就是说这一批照片出来了之后，我尽我当下最大的一个努力，然后去把它弄成我喜欢的这个样子。让我自己做到，就是别人可能不一定喜欢，但是每一次我自己看的时候，我都知道，就是说，我那个时候弄出来这个照片，它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也不会觉得说这里可以调一调，那里可以调怎么样。所以我每一个阶段呢，我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些照片它感觉都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我自己都是很喜欢的。到大学之后那时候还觉得说找什么故事感，大家都知道嘛，摄影博主嘛，对吧？一定要给自己一个人设，那就是文艺青年的人设，所以他们那些文字。看光，然后经常有一些特别简短然后带来点点中二气质的那些话语哈，就那样子那时候还喜欢这些哈，然后到现在的话就没有那种心情了。我在那一期看不起家中700D，然后这一期视频里面说，我好久没有拍照了，这是事实，是真的。自从我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出去工作。即使说有时间，我也不会想要拿起相机，就觉得太累了。想要拍照，想要出去走走什么的，也不会想说真的就拿起一部相机然后出去走。我都是手机不更方便吗？那时候其实就感觉用不上了。
但是后面就慢慢的就真的就觉得自己越来越一片空白嘛。当我重新拿起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有很多事情都已经不像是以前的样子了。在拍照拍不出感觉了，因为我心里是空了呀。我不知道我当下的感受是什么呀。以前我出去拍照，我是看心情来，走着走着，然后突然眼睛抓到了一处地方，我就觉得超好看。然后这个好看有可能不仅仅是说那个画面好看，有可能是它旁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或者说当下有一束光怎么样，然后是整一个氛围加成的那么一个东西。我现在拍的照片就只有画面，所以我更在意构图这件事情了，剩下的也就只有构图了。不然我真的不明白我拍这些照片一些什么，因为我并不是说创意摄影的，我就是普通的这种扫街式的这种拍。然后我这个人还又比较内向，我出去拍照啊，我是这样的，我戴个帽子，然后有的时候还穿个防晒衣还穿个防晒衣，然后就戴个口罩，然后眼镜这样子的，这整一个人的感觉就是生人勿近，就不愿意跟人交流。我是很怂的一个人我出去扫街的时候，我又不敢真的就是对着人家拍，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很礼貌的一个东西。在我们酒店的旁边呢，就有一条斜马路。我刚开始以为它只是短短的一截，我在看到的时候我就想，这个角度如果说因为它这么斜上去嘛，我就想说，如果说我从这里把在高处这样子这么拍下来，哇，那肯定会很震撼。结果吧，其实我就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上去，然后我发现这条路走不完，这条路远比我想的要长，而且整一条路上就熙熙攘攘全是人。这其实如果说我当时能停下来拍几张，那也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，毕竟我用了长焦嘛，对吧？想拉多远就拉多远，但是我就没有那个勇气举起来，我怕被人打。所以呢，我就拿着我的相机这么捂住，我就走，哎呀，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了，走了我快10多20分钟，于是我就有了接下来这几张照片，那都是我眼神闪烁，然后躲在一个角落里面这样子，踮着脚，还不够高啊，踮着脚，咔嚓，得来这几张。这个还蛮有意思的，我觉得。刚刚讲了那么多，其实我就想要说一个主题呢，就是敏感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赏赐。当你觉得你自己敏感的时候，不要想着去改变自己，或者将来有一天你要用上的，接受自己，接受自己的与众不同。我希望我自己能慢慢的找回来，拍照的时候能够沉淀下来，就是去思考这张照片它带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因为不管你是拍照片也好，拍视频也好，最终记录的都是一个人的感情。所以当这个最本质的东西没有了，那你所拍出来的东西它就没有重量了。就这一期视频里面我拍的这些照片也好，拍的这些片段也好，为什么其实我不是特别的满意？因为它没有重量。我的构图技术也不是说就是特别牛，对吧？我构图技术也就那样。然后我自己还在剪辑在修照片的时候，我又没有感觉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，我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，就纯粹觉得这个构图好棒。那我在修照片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很无趣，跟嚼蜡一样，就如同嚼蜡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弄它。其实我在拍的时候，我也意识到了这么一个情况，于是我就想说，我要寻找重量。既然我自己没有重量，对吧？那我就寻找能够在这一张照片上面加权的东西，那就是历史的痕迹、生活的痕迹。通过这些东西把它这个重量给加上去。所以呢，我才想要说去找事，然后去找一些
远离游客区，去寻找这一座城市真真正正的这个历史的痕迹，而不是那些所谓的打卡点。但我找不到，也是因为就也不是当地人，然后你在网络上做的调查，大家都是各种网红的那些打卡点，然后给你做的推荐，对吧？去这一座城市也才去那么一天，光是走就走了好久，然后又很累，年纪大了又走不久，对不对？走了没那么一会儿，脚都很痛，还成天举着这个相机这样子，就觉得很累，找不到。不过能够找到那条早市，我觉得也就足够了。可是我希望的还是说，在之后出去拍照的时候，不单单只是为了拍照，我更宁愿是把它当成一种记录，用我自己的视角去记录。我没有资格去代表别人什么，我就代表我自己的感觉，我当下的感觉。如果我发出来有人喜欢，那我很开心。如果说我发出来没人给我点赞，然后也没有浏览量，那我也记录了呀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聊这么多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视频的话，一定要给我一键3连。我发现我现在这个频道慢慢的从一个不知道搞什么的博主，然后慢慢的好像往摄影博主类那一方面去了，不过也还好，因为我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